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的赛事周报。LPL 的季后赛阶段正式进入到最激烈的厮杀，虽然仅仅6天，但什么节目效果都有。你能看到 BLG 大王归来，光速横扫滔博和 IG， 也能看到 AL 步步为营和 BLG 会师胜决。而京东连续爆冷，先被微博拖入决胜局，被概念神呼吸降维打击，打入败者组，随后又上演今年最大爆冷，被 WE 3-1直接打出局，成为了第二赛段最让人失望的队伍。而 IG 虽然同样让粉丝揪心，但起码亦步亦趋的击败了 FunPlus， 至今仍然还在奋战。那本期的赛事周报就让我们按照时间线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几天的季后赛比赛吧。那季后赛第一天的2个 BO5其实都比较出乎我的意料，倒不是说结果意外吧，而是过程意外。滔博3-1击败 FunPlus， 但过程呢比结果看上去艰难挺多的。而 IG 则是被 BLG 零封了，按在地上打的一点手还不了。就我个人赛前的看法是滔博打 FunPlus， 滔博大概率会丢分，但他输的局他应该会在个红色方。可结果是滔博上来蓝色方就被 FunPlus 干了一把，这就值得我深思了。在拿到版本强势的岩雀，卡纳比更是拿到了招牌位的情况下，滔博却没能打出预想的节奏，那这点对于滔博来说很麻烦。比赛的过程你看下来，我们可以发现 FunPlus 的设计还真有点戳到滔博死穴了。滔博本身我是下路卢娜打卡列，抢不到线我能理解，然后上路6-9的奥恩打3也很难有线权，所以第一局中野是滔博必须站出来的节奏核心。但这把 FunPlus 又在前期疯狂针对卡纳比。版本解析我也和大伙聊过了嘛，就是打野这个版本得刷，你前期亏节奏了，你得静下心来补发育。卡纳比这个选手呢，一旦野区不舒服，会经常做一些激进的动作，这把其实已经算还好了，很多死亡它属于可预期。可这时就能发现滔博整局就几乎没有像样的节奏了。刘青松是软辅又没线权的情况下，他动不了，卡纳比得刷，得看队友，然后节奏压力就全部来到小奶油的岩雀身上。而小奶油呢，他不是很擅长主动做事儿，在常规赛包括第一赛段，滔博给他的定位就是刷线吃经济，然后等资源团操作，所以整局下来滔博都在和 FunPlus 拼团战操作，拼资源团的发挥。但其实滔博的阵容本身打阵地没那么厉害，尤其是有俊伟的列娜塔，位其实真不好发挥，所以整局游戏就是团着团着，滔博失误一点，然后那里再输一波团就没了。这把辅助俊伟的团战发挥真的有点太出色了，加上滔博自己失误也多，哥哥经典一马当先引发血案，最终就是滔博被 FunPlus 先下一城。这把暴露了滔博一直以来都没解决的问题，就是节奏点太单调，边线加野辅是发动机，中路只能做团战核心这个定位。不是说这套不行，而是只有这套行它不够，因为这是全局 BP， 你是不可能做到双边线一直能够拿线优的 BP 的，所以一定会有些对局需要中野来发起节奏。而很可惜，在卡纳比熄火的情况下 ，Creamy 单独带队的能力确实是短板。岩雀作为中路一姐，小奶油在滔博这样的成绩下却是5局输了3次，胜率只有40%，那这确实不太应该的。加上小奶油也没有出现过加里奥和安妮，可以说英雄池风格很明显了，能打沙皇这类的大河，也能玩法刺打法的狐狸，但是带节奏这块奶油真的还差点。第一把你别看人头各种飞，但其实游戏是打得很快的，27分钟滔博就没了。虽然第2把滔博也还是继续给奶油用了类似定位的瑞兹继续撑边线，但第2局 BP 的逻辑在于滔博还有掘木可以强化边线的优势，而小奶油的瑞兹除了第一波灵性游走成功帮上路打开局势外，后面你还是没有看到他太多的额外节奏，还是回到打资源团的逻辑上。虽然滔博也是靠着一波非常完美的野辅开团让 Care 经典再现，但第2局其实没有太打出我预期的画面，就是瑞兹各种去边路和6-9做事的那种阵容他该有的打法节奏，反而还是在打纯正的资源团。虽然滔博是靠着资源团很棒的一致性和够扎实的换线能力拿到了第一赛段的冠军，但先锋赛的失利，超重的改变，滔博现在他其实回到了需要改变的时间点。第2赛段这么久了，滔博有练东西，但我认为依旧还不够。就如果2队只是纯比资源团能力 ，FunPlus 在拿到好发挥的 BP 下，其实还真有点机会爆点冷。但这是全局 BP 啊，很强调队伍的多面性。滔博他是属于我不够好，但 FunPlus 就是喜忧参半了，基本上第2把没拿下，那整个 BO5 就拿不下了。FunPlus 也不可能说把给最能 C 的中野辅拿到好英雄，在英雄池的储备上，滔博也确实不是 FunPlus 这种莽汉队能比的。其实第3把有一个镜头我印象很深，就是18分钟这里，在猪妹被锤走后，瑞尔还想打，而 FunPlus 的位置其实是不错的，毕竟牛头已经开过了大招，而格文也 TP 下来，滔博的双 C 是处在一个危险的位置，所以6-9马上跟了一个隔断大。可以看到刘劲松牛头给到2连的瞬间，俊伟都还捏着拳
全技能，他几乎吃完了 Toppo 所有的防进场手段后，直到女枪撒大，俊伟才选择了反手开。到这里我都觉得 FunPlus 要赢了，因为位置确实不错，作为前排的野辅已经没有技能了，而小炮又能直接输出到后排，但 FunPlus 这波团还是输了，因为希尔第一时间犹豫了一下，他在女枪扫大的瞬间没有选择开 W 进场，而是下意识拉了一下，这让他不但被酒桶控住，还给了波比 E 技能的机会。我也不怪希尔吧，但看得出 FunPlus 的一致性还是差点。希尔在 FunPlus 虽然看上去什么都能玩，但他的输出盒没有 Shadow 和 Care 那么好，肉坦的经验也有点缺乏，所以 FunPlus 即便4把里都有节奏，甚至都有占据一定的上风，但其实只有第一把 Toppo 打他们不擅长的体系时 FunPlus 才能笑到最后。 Toppo 只需要缓过神来赢一波，其实 FunPlus 就不太有戏了，差距还是摆在这儿的。相比有点可惜的 FunPlus， IG 输给 BLG 就有点太顺理成章了，但有点过于顺理成章，就感觉跟走过场一样，我还是挺没想到的。我以为 IG 会挣扎一下。从赛前逻辑来看 IG 很难打，首先单人线很难突破，就即便德晒第3把尽力操作还完成了反杀，但游戏的局势有什么影响吗？其实是没有。就德晒的这种个人高光啊，放在整个 BO5 里看，吃粉加葱花一样，不是说没影响，但它也只是葱花。而 BLG 的个人高光反而都成为了 BLG 的节奏点。BLG 它是牢牢的掌握住 BO5 的主导权的。简单讲呢，就是 BLG 它一直在进攻，一直在主动做事儿，而 IG 3局下来都在挨打。即便 IG 赢了一次资源团，但只是发育上挽回了一些，但 IG 还是拿不到节奏。这就得说到辅野联动了。这个 BO5 BLG 有2个非常突出的表现，第一是下路对线强度拉起来后，它辅助对全局的辐射力太强了。随便举个例子，第一把第一条龙就是因为 Nico 下路先优后，自己游走做眼抓到结节的位置，才给了北川开龙的机会。包括后面超冲环打完后，天才般的装甲身击杀旮旯，就是现优后的辐射能力，欧文做的太好了。欧文比 Miko 灵性的最大特征就是欧文他完全不依赖打野路径去做事儿，他自己就撑起了 BLG 前期的所有进攻点。北川其实还是和之前一样，刷好野等资源团发挥。BLG 变态就变态在欧文解放线上后，线上又会自己主动扩队友做进攻，所以一旦欧文舒服了 ，BLG 就开始进入到去年那套最变态的进攻模式，领先 TP， 然后无限进攻回合。就 BLG 只要单人线在边路有 TP， 他们就非常善于突然去集结打一波进攻，就那种突然的抱团进攻。你防守方 TP 慢，那你就被多打少；你 TP 快，你的落点肯定就不会舒服。这套进攻逻辑，第一需要的一定是视野优势，第二则需要单人线他自己拉出空间。去年 BLG 这套中期进攻的模板有时不灵，就是因为视野其实没做完，很多时候他是在赌。但这个 BO5 来讲，欧文在视野端就完全压着 Miko 在打了，所以 BLG 的进攻效率就很高。其实辅助位很少能用爆烂这个评价，但这个 BO5 Miko 确实完全跟不上欧文的节奏。欧文无论是对线的灵性还是游走的灵性，都达到了我认为他个人状态的小巅峰，就很松弛，你看着。而辅助没节奏，那 IG 个人能力也很难突破 BLG。而此时结节是不知道怎么抓的，所以看到的画面就是 IG 他一直在挨打。第一把潘森大招抓人，大伙有任何印象吗？其实应该没有，因为全程都在被压着打。IG 一直没有优势的原因，除了辅助的游走被领先外，还在于前期各种的小碰撞 IG 处理的很犹豫，他们没有那种我死了就死了的搏命感。我感觉 IG 是想和 BLG 打运营的，我们就拖到资源团，然后大伙拼操作。其实资源团这个东西一定会有人失误有人犯病，它不可控，纯拼资源团是最好拉近2队差距的方式。但 BLG 的决策操作真的非常果断和变态，就冰他之前完全不单带时会有那种憋不住老要去打团的感觉，但现在 BLG 就有点进入到那种我做什么事情我不管对不对结果好不好，但我肯定执行到底。第2把的 BP IG 在边线根本没人能够处理掘墓，所以他们得提速，但实际的比赛过程依旧是 IG 只能做防守反击，想进攻都找不到点。真说资源团处理 BLG 也没有说特别好，操作失误也多，但他们的进攻节奏太果断，给的压力真的太夸张了，打就跟你打到底，我不打我那就不打，这种节奏 IG 真扛不住。第3把当 IG 在1级就出事的时候，我就知道又是欧文掌握全局的一把了。这把德晒的杰斯没问题吧？碰到冰这把也是奇思妙想，不灭可以理解，复习还点神奇之靴，确实有点不拘一格了。那德晒的杰斯这把也是各种舒服啊，但德晒这把为什么没能无敌肥呢？因为 BLG 的连环进攻把杰斯的优势全部打掉了。先是被欧文灵性游走配合 Knight 抓出闪现，这也可以暂停下看北川在干嘛，在刷野啊，就辅野联动，辅助是在做打野做的事的，没毛病。正因为杰斯掉闪了，有了破绽， BLG 在后面也去碰撞的时候，他们的处理就非常果断了。后面真和蟹的时候 ，BLG 也不知道你蟹子后面有没有人，但杰斯在旁边被看到位置的时候，德晒他想帮一下结节嘛，你可以看到 BLG 马上就亮 TP 开启 all in， 就我也不知道你 Rookie 在不在后面，但这个杰斯我先干死再说。而这些进攻 BLG 又不是亏线亏野区做的，既合理又犀利，就看着很莽，但 BLG 他们有自己的逻辑在。
IG 他面对这种进攻，那没法子，直接就一波打烂了。只能说很难去讲 IG 哪里没有打好，因为全程就没有看到有什么希望能赢，可能对 IG 粉丝来说有点残忍，但我看这个BO5确实是这种感觉。这把打完，我心中还是挺开心的，因为 BLG 总算给我去年那种巅峰味道。去年状态最好时的 BLG， 不是说判断对不对，上的合不合理，而是上的绝对果断，压力绝对给你拉满。比起北川刚加入时依旧依赖个人肌肉，现在BLG在团队上也有了很好的进步，不错，继续保持。季后赛第2天的2场 BO5， 我们主要重点聊聊第2场的微博打京东。第一把 AL 打 WE 的这个3-0，我觉得不会有人真的认为 WE 有机会吧。当时第一把看到15分钟 AL 就狂拿15个投时，我就知道这个 BO5 WE 应该没太有机会爆冷。WE 这个队伍的竞争力在于敢打敢拼的野辅，愿意牺牲的 Cube， 还有相对扎实的双 C。他们跟 FunPlus 类似，属于选到特定阵容时竞争力不错，但上限在这儿。而 AL 的风格打这类有明显缺陷的队伍，压力是不大的。第2把是 WE 看上去最有机会拿下的一把，但实际上 AL 并没有太多压力，只是因为自己阵容的发力期偏慢，卡莎、猴子、沙皇都是比较慢节奏的点，所以前中期给我们大伙有种互殴的感觉。加上 Carries 的狐狸这把也有很多亮眼操作，所以局面上看上去挺僵持的。但当 AL 的 C 位发育成型后，后面 WE 就没啥说法了。而这种拖下去就慢盾就赢的局，是后边选手非常喜欢且擅长的。这把也是狂砍16杀，狠狠的 C 了一把。两边强度确实不是一个水平，所以我就不花太多笔墨了。季后赛第1轮最精彩的这个 BO5 应该就是微博打京东了，两队拼死打满5局，在概念神呼吸的血 C 下，微博成为了 LPL 第1支以下克上的队伍。只能说微博这个队伍还真有点玄学在身。微博的竞争力也和大伙聊过了，他们很善于在对手失误的情况下惩罚对手，并且运营能力相当不错。微博最喜欢的就是拿到优势后逐步蚕食对手，等对手失误，但缺点也同样明显。在这个比拼大哥的版本，微博并没有很稳定的大哥位，这导致微博这个队伍假如没有节奏点，我纯和对手拼资源团拼操作，我们拼 C 位的手法，那微博确实是没啥画面，就感觉微博会特别平庸，没有突出的优点。但 BO5 恰好是微博的舒适区，我们跟大伙聊过很多次了，这是一个拼大哥的版本，但在全局 BP 的 BO5 里，想要每一把都给大哥选到能 C 的英雄是很难的，英雄池也不支持，所以拼大哥的高度也拼大哥的数量。但如果对手不稳定，那么微博能够通过田忌赛马的 BP 策略，打出比 BO30更强的竞争力。BO5 的第一把其实是比较标准的京东赢法，前期一波资源团配置直接一个3杀落袋，这样维鲁斯中期牢牢把握中线，那狐狸加潘森就不断的边线施压，加上阿乐还是鳄鱼前中期战斗力都很强，所以微博在前期的资源团打输后，马上陷入到了打资源团打不过，拼边线也滚不起雪球的尴尬境地。虽然小虎利用瑞兹开车时尝试中期找了点机会，但资源团打不赢的问题，那即便这样抓边还是比较杯水车薪的，也是很自然的被京东拿下了第1局，甚至到了第2局，我都感觉京东已经要拿捏整个 BO5 了。第2把京东在红色方的 BP 做的相当不错，后2手出的泽利露露是微博这个阵容很难处理的点。虽然巨魔加岩雀能有效克制京东的进场，但泽利开射后，微博是没有什么反制手段的。而比赛的过程也很经典，微博想要掌握主动权抓节奏，然后京东反打一波，佩子前期又是成功3杀落袋。到这里我一度以为要3-0了，但呼吸这个人仿佛听到了什么，他来了一波非常个人能力的发挥，他很灵性的放下线转中线，配合队友非常棒的一波预判回线，直接空摘了佩子的泽利。然后来底佩子闪现掰回来了，做到了呼吸，这样吃一个下档。胡血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啊！别说这把打不了这种话，我会出手。对。这波真的很关键，倒不是说泽利死这一波发育就断了，而是呼吸这个点拿到这个大赏金后，他在边线就有绝对的优势。虽然后续的资源团配置依旧是大杀4方，这个时间点京东中也开前排就是随便赢的，但在后续的边线处理上，很早就有兵权的呼吸就能够给队伍创造机会了。就微博这个队伍啊，他打5-5纯资源团其实很一般，但这种抓机会滚雪球的节奏能力，他们绝对是有强队级别的嗅觉。像这波呼吸先是和阿乐换大，换完以后岩雀他推完下路线直接就 TP 来抓，这种抓死人后推塔，然后又多拿一个峡谷，就对于正面很烈的微博来讲是很舒服的运营。他们虽然看着很难受，但起码是绷着局势的。当然这时微博只靠自己也很难，需要京东自己犯毛病，而京东还真就犯病了。这把 Scott 的安妮亚意味的不行，他几乎每一波团都想打那种一锤定音的后手团，而不是卖自己的先手开。但其实这把就是需要他去卖的，他不能真把自己当核心玩。在霞加岩雀加巨魔的防守下，你靠3N和位去开团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情况就是安妮他乱开，3N和位
在后手跟，然后泽立去收割，而 Scott 这把用大河的方式来玩安妮，结果就是团战京东永远少人。你只看安妮的大招，每一波确实也大到了不少人，但他大进去的时候，其实京东团战已经输了。泽立其实是那种如果对手全技能盯他其实发挥空间也就那样的，毕竟也只是一个 AD， 最后也是依靠着微博有嘻哈的精彩发挥，微博算是小翻盘了一把。第3把来到红色方的微博做了一个有思路但确实不适合他们的 BP， 他们主动给京东杰斯和沙皇，并且分别用豹女和妖姬去针对，想滚爆单人线的雪球。京东他没有拿卢娜组合，反而选了个日女，他是很对的。纳米这种脆皮软辅啊，在有妖姬的局里是基本发挥不了一点，所以京东宁可牺牲一点下路的适配性，也不给微博这个机会。他们很清楚，我拿到了杰斯和沙皇这样的双 C 后，下路不出事儿，安稳刷到30分钟，拿豹女和妖姬的微博基地就自动爆炸呀。这把就是 Scott 最经典的 carry 模板。最前期我没有被妖姬影响，然后双方围绕着2条边线疯狂的换线运营，然后沙皇在这个过程中偷点人头，然后中期开始单带吃边路防御塔，把自己的发育拉到全场最高。除了中期有一波团战操作秀逗了一波外，后面还是稳稳的接管了团战。虽然吸点血嘛，但这套打法 Scott 打了很多年了，其实下线还可以，只是全局 BP， 你不是每个英雄都能按这套板子来打呀。就23分钟，沙皇2件半14级的这么一个发育，那微博这个阵容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有波比保镖稍微护着一下，就是一个随便戳的局。28分钟呢，和平运营了一整局的京东就靠着很扎实的阵容直接摧毁了微博，很标准的 Scott MVP 局打法。但全局 BP 还是那个问题，不能只靠一个大哥。到了第4局，京东的 BP 开始被英雄池拖累了。就如果阿乐有加里奥这个储备，其实京东把奥恩这个点换成加里奥直接摇摆，那微博在 BP 端就几乎要被僵死了。但如果只有奥恩去应对，那轮到微博的回合呀。小虎第4手把加里奥一拿，本来京东这里先拿泰坦，后拿小炮打卡莎，下路是能很舒服的。但这里微博加里奥一点，京东中下都没有英雄玩，最好就是小炮摇去中路当 AD 大爹。Scott 虽然会舒服，但阵容他是个菜刀队啊，所以这手梅尔就属于纯没办法。就这种非主流，其实队伍他不可能练很多把的，即便佩子个人熟练度够，那队伍你也很难有相应的战术体系去兜下线，所以这种时候失误率一定会上来。然后对线期 missing 先给一个1血，然后2哈被解放，直接开始带队做事儿，后面就感觉京东再也没有说法了，就不知道怎么赢了。那今年又有一个新赛事，就是季后赛当 BO5 打满时，将由2队的 solo 结果决定最后一场的选边，而此前4局全部又是由蓝色方拿下的，所以这把 solo 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而这场 solo 我觉得很经典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只是让我们回想起了22年左右 NG 的那场门票大战，而是呼吸和阿乐的这个 solo， 其实恰恰是2个选手风格的体现。就武器打剑姬嘛，呼吸先是第1轮博弈占据了点上风，随后就是稳稳运营兵线，而阿乐劣势下选择嗑药强打一波，但被呼吸化解，最终呼吸通过运营拿下了这场 solo。之前有看到爆料说阿乐觉得他不比呼吸差，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优先级永远都比呼吸要低，所以阿乐他是憋着劲想证明自己的，但反而你就看得出有点操之过急了。反观呼吸更具备一颗平常心，呼吸啊其实操作风格偏细腻，不是走那种大开大合跟你马上分胜负的类型，所以他的压制力会稍微欠缺，但在防守端的处理可以说他是最顶尖的那一批了。而第5局的 BP， 当他拿到一个非常有发挥空间的英雄时，我们就能够看到呼吸最恐怖的那种状态，叫做游刃有余。京东这边双 C 是不可能处理得了朗姆这个点的，他这把有优势，完全就可以带队，而他确实也做到了队伍需要他做到的部分。上路的这个3v3，当阿乐没有闪现躲掉猪妹大招，而呼吸却用闪现躲掉皇子伤害时，第5局的整个结果就已经注定了。阿乐呢，他是为证明自己而战，而呼吸则是为了 team 不被解散。我背负的是整个微博呀，我的羁绊在你之上。当然，微博的比赛自然也少不了喜剧人的经典。慢点，还行。别揍我，别揍门。OK。 Surprise, motherfucker！ 武器没上，回来，妈的，肚子，把他点了，走，你扛塔了，来他，帅，跑，把他点走，我点你门怎么这么久啊？季后赛的第3天，滔博打 BLG， 我原本期待是一场针尖对麦芒，但 BLG 用他们凌厉的进攻摧毁了一切。一句话评价这个 BO5， 闹够了吧？该结束了。哦，不是这句。那3比0，滔博下班的速度比 IG 还快，因为结果比较一边倒，我就不一把一把说了，直接聊2个我认为值得聊的重点。第一是，虽然滔博用时比 IG 短啊，但滔博实际上并非单方面挨打，他们在比较能发挥的资源团上其实是有过一些高光的。除了第3把纯人机外，前2把滔博都有过一定的反扑。第1把虽然开局越塔暴送一波，但12分钟也打出过1换3的小高潮。第2把的18分钟，滔博更是1换5加拿小龙。那小奶油的沙
皇4-0加上阵容也拿得非常好，也是滔博很擅长的体系，那怎么就感觉 BLG 赢得很轻松呢？我复盘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BLG 的联动太紧密了，就像拳头一样。BLG 在有 TP 差的情况下，他们的进攻投入是非常坚决的。第二把有一个转折点，就是滔博3个人抓冰的掘墓，由于狐狸的 TP 到场，最终他变成了一个2换3。这波我们可以说滔博有点上头，毕竟辅助在下路保沙皇，上半区肯定少人，永烈双子有点急，但这种真的还好。这波其实是 Knight 个人能力的体现，就是先被日女逼出大招，还马上判断出能够 TP 上路，是真的有点厉害。而对于滔博来讲，比较可惜就是沙皇的闪现推没有能够打断狐狸的 TP 嘛，真打断了，滔博这波也不一定是个很差的结局，只能说 K 皇确实判断有点牛逼，可即便如此，也就是一个3换2，真就是小亏。关键是后续 BLG 的处理啊，在打完这波团战后，他们不但没有人去带上路线，反而是直接转下半区继续抓沙皇，因为之前有布置过视野，所以 BLG 没有等补给和复活，而是立马组织下一轮进攻。这里小奶油也没有想到 BLG 的反扑来的那么快，然后冰复活一个 TP 绕后，直接就把沙皇给抓死。这里由于 BLG 也知道日女肯定要回城，所以是一个完美的开厄塔汉的时机。这波厄塔汉团，滔博又是忍不住想接，但日女又是个残状态，要补给，落位肯定是慢的，然后 BLG 就来了一波逐个击破。滔博本来优势的局面被 BLG 的1防2攻直接打了回来，然后就到了哥哥草外回城被抓环节了。这波女枪一死，男爵一丢，游戏结束。就 BLG 的反扑来的太快了，几乎就是不讲道理的那种。而这些就是去年 BLG 特别喜欢的一个策略，就是双边线抓人，不管是左手还是冰，在有 TP 的情况下，都会找机会去另一个半区做突然的进攻。一旦对手出破绽，这种组合拳对手真的难防。就不仅仅是操作层面的果断，而是 BLG 这个队伍从下判断到执行的整个过程太流畅了。在攻防回合切换这块 BLG 的效率太高。滔博也是爱进攻的队伍，但这场 BO5 在抢攻方面没有拿到任何主动权。原因是我认为整个 BO5 的第2个重点节奏点被全面压制了。小奶油第1把用瑞兹来抗衡岩雀，但作用呢被左手完爆，我甚至都没有什么奶油开大抓人的印象。而滔博另一个关键游走位刘青松也是完全被欧恩处刑，就下路想解放辅助动起来，那起码对线不能输。可欧恩在对线处理还是团战处理，亦或是游走效率上都比刘青松发挥的更好，全方位的 gap。我只能讲欧恩现在的状态好的夸张 ，Elk 现在也是来劲的不行，而刘青松被爆就算了呀。滔博的另一个 C 位 Jake Love 在这个BO5 的发挥也是比较低迷，第1把卡莎他是有机会 C 的，但团战处理的也好差。就龙魂团被喂锁头我可以理解，但北川连闪现都没用，直接裸着锁啊，这距离把控这块是否有点太那个了？然后对线游走团战 ，BLG 下路的发挥是完完全全克制了滔博下路，这也是 BLG 他即便打出一些资源团，但一直能够有视野优势的关键因素。就我感觉 BLG 下路给的压力已经让滔博下路有点顶不住了，以至于第3把为了抗衡这个卡列，都开始上艾希轮椅女这样的赖皮组合了。然后这把下路，哎，好不容易打得不错，有线权了，欧恩动不了了，轮到小奶油发狂，就变成屋漏偏逢连夜雨了。0比3输的有点太畅快，给我感觉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结果就全烂。只能说状态回归的 BLG 确实有点太猛了，他们的这种连环进攻节奏一旦拉起来，真没多少队能顶住。因为前期你要扛欧恩加 Elk 的对线压制，中期你要扛 BLG 2个单人线的边带压力，你得全部防好，才能理论上掐死 BLG 的这套边线进攻。说真的好难，那这毕竟是曾经能够逼出魔王飞的那套 BLG 打法。那接下来就看看 AL 面对 BLG 是能不能有些应对了，到时候我争取做一期复盘分析吧，还是很期待的。那季后赛的第4天 ，AL 面对微博的挑战也成功捍卫了自己的席位。说实话，面对有概念神坐镇的微博，我是他比会想在前4局就把底牌扔完，不会留到第5局。因为在心态上有玄学加持的微博选手肯定会更占优势。第4局也确实是整个 BO5 的胜负点，微博如果拿下，那大概率这个 BO5 也能拿下了。可硬实力差距，它是心态和玄学无法弥补的。微博在经历了和京东的大战后，心态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尤其是微博英雄池不错，虽然有些英雄胜率低，但不会出现不敢拿的情况。但即便如此，他们的风格去打 AL 是远比打京东吃亏的，因为 AL 这边不会出现太多京东那种非受迫性失误。从常规赛来看，微博是一次就没有赢过 AL， 而微博 C 位不够 C 的这个问题，恰好是 AL 非常善于处理的对手类型。AL 的纪律性不错，英雄池也有，能打的体系也很多，所以整个 BO5 AL 能够很好的发挥 C 位上的优势。比赛过程有点激烈，但 C 位的差距会在团战中越来越明显，尤其是 Hope 对 Light 的领先是最大
最明显。就维鲁斯这个英雄，季后赛一般都是在班位上班的，但 Light 的维鲁斯好像大伙不是很怕，而 Light 的发挥也确实不负众望，这把他的输出只有这么点，确实有点过分，该出穿甲的。比赛过程其实很像微博输掉的那些常规赛，就是他好不容易解决了下路大哥，然后中路大哥又站起来了，看似过程有点激烈，但实际上 C 位的差距已经决定了最后的胜负。就除了第二把突如其来的爆一爆有点高估圣枪哥的压制力，低估呼吸的抗压能力外，其他3局其实都是微博打着打着，对面就有个解决不了的大爹出现了。圣枪哥突破呼吸很难，但看住呼吸还是没问题的。萧护现在做副 C 带节奏还是不错，单打香克斯这样能玩大河的中路确实没有办法。倒不是说小虎自己想养，而是团着团着人家发育就很变态了。这版本中路就是这样，不然 Chovy 也不会这么无敌。而第4把双方拉扯运营了半天，决定胜负的这波团，我们就看两边 AD 的发挥就行嘛。Hope 呢是完美闪现规避了微博的进场，卢锡安几乎全程输出不停，只能说不愧是主打团战发挥的 AD 啊，团战选择和输出效率都挑不出毛病。而 Light 相比就很犹豫，灯的输出压力很大，我理解微博这个队伍的配置确实他容易缺伤害，可压力再大也不是这样团战发挥的理由。倒不是要细抠他团战操作，而是 Light 本身在队伍里就应该担当操作和上线的这个部分，他确实得有发挥，微博才有上线和竞争力。可他这样的低迷也不是1场2场了，希望他能够快速调整吧。只能讲看似3比，但 AL 展现出来的面貌还是碾压微博的，算是一个不出意料的结果吧。季后赛第5天的 FunPlus 打 IG 也是不负众望的响起了战歌。其实 FunPlus 和 IG 这2个队伍只看身价，肯定还是 IG 遥遥领先，但 IG 的不适挣扎大伙也看在眼里。此前骑士之路打 EDG 虽然也是一个3比0横扫，但更多的还是个人的发挥与 EDG 的犯病。IG 的风格无法直接融合的问题，咱已经从年初讲到现在了。就你感觉他们气氛上即便再融合，但风格还是会有异味，敢打敢拼和步步为营的冲突至今无法解决。虽然比第1赛段要好不少，但还不够呀。相比 FunPlus 虽然也有各种失误的毛病，但队伍风格一致，我就是以野辅为导向，我疯狂的干。然后在转线运营上 ，IG 无疑是更好的一方。但 FunPlus 的团战，他们的野辅节奏又远比 IG 要紧凑，所以两边都是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当然讲是这么讲 ，IG 的硬实力就是比 FunPlus 要强上不少，尤其是希尔对 The Shy 的这么一个单人线，真的从英雄池储备到临场发挥，其实他都很吃力。第1把希尔他拿兰博，The Shy 他有加里奥去应对，到团战 The Shy 的发挥就很亮眼。第2把希尔拿格温，被 The Shy 的阿罗拉单杀。第3把希尔拿杰斯打The Shy 的奥恩，没有对位打出什么突破，反而在团战发挥上继续被The Shy完爆。The Shy 这把甚至还拿了个 MVP。第4把总算是拿到版本变态的英雄掘墓，虽然 The Shy 掏出了大虫子进行 counter， 但 Shadow 疯狂连体上路，加上 IG 下路很早就爆线，这把是给 Share 找回了场子。可第5把又回归到 The Shy 的暴力碾压了。整体看下来 ，Share 这条线和 The Shy 差距大的夸张，年轻人确实得练啊。那为啥 IG 还和 FunPlus 打满5局呢？因为野辅这一块发挥的差距有点太大。就一般我不喜欢聊太多操作，但有时候操作真的太夸张的话，也是不得不聊的。整个 BO5 Mako 的操作问题非常严重，就我直播看的第一反应就是他网有点卡，技能放得很犹豫，不知道为什么。一般来说，选手打得比较急是正常的，因为有压力的情况下，技能释放很难从容。FunPlus 其实就属于打得比较急的一个队伍，但 Mako 的技能是放得很犹豫，犹豫往往就是有点怕嘛，他怕这波技能不中反而害了队伍。其实有些队伍打慢一点也正常，可 IG 他又有人川的中上 ，The Shy 和 Rookie 就是很经典的从不犹豫，输过送过，但该上的时候从不会想后果的上，这就造成了团战中队伍的割裂。我不知道是因为思路不清晰所以操作犹豫，还是因为操作下滑所以思想偏保守。反正我看到的结果就是 Mako 在梦游，对线和团战都太游离了，而杰杰的发挥也一言难尽啊。杰杰这个版本打 Shadow 这样的野盒本身就是吃力的 ，Shadow 一把狼一把莉莉娅就是杀得很爽，但毕竟他全局 BP 的 BO5 嘛，所以 Shadow 不可能把选这种英雄，这也算是变相保护了。你 Shadow 能 C 的英雄就这么多嘛。第4把杰杰虽然皎月没有打出太多的作用，但也实打实的消耗了 Shadow 的英雄池。FunPlus 的上限是局限在特定 BP 下的，所以 BO5 下来，两队还是差距明显。IG 赢的3局都是比较稳定的优势碾压局，而 FunPlus 赢的2把都是打他们擅长的硬撞出来。而到了第5把 FunPlus 就已经没有英雄拿了。我觉得 FunPlus 第5把想拿下就真得赢下 Solo， 拿下蓝色方，但 Care 的鲁斯面对 Rookie 像个新兵啊。到第5把的时候，说实话选完 FunPlus 就没得玩了，他们最能 C 的中野都没有拿到大哥英雄，然后想靠着下路阿萨姆和俊伟来拿优势，这太难了。而且 IG 还自己抢了 Nico， 虽然 Mako
没有打出 Nico 该有的效果，但再怎么样也保障下路线权不会丢得太厉害。第5把 FunPlus 这么赌前期的阵容，恰好是在冰岛野辅的舒适区，就如果我什么都不做就能赢的话，那我确实也不给你机会。ING 现在是属于进攻节奏比较差，但打防守拖后期还是没问题的，尤其是上路的塞恩很早就被德帅单杀了，这把 IG 不送 FunPlus 是基本没有赢面的。FunPlus 伤害是真不够，这个阵容就大伙看比赛啊，当盲僧这个英雄在人头没有落后的情况下，需要靠几乎自爆的操作去踢 C 位时，基本就说明场面已经难打到不行了。而随着仁川中上的这波完美配合，经典 combo 4杀，IG 也是有惊无险的拿下比赛吧。不过 FunPlus 也无需气馁吧，他们即便输了也是尽力输了，虽败犹荣，这配置就这样。毕竟你全局 BP， 你真的没法说把给队伍大哥选到什么好英雄。Shadow 再能 C， 你选个大树打野，选个盲僧怎么 C？ 所以说 BO5 还是太拼内力啦。其实首轮的最后一天的这一场，我以为是不太会有悬念的一场，但京东确实爆了个超级大冷，他们被 WE 3-1完全击溃 ，Carries 直接把 Scott 处刑的不要不要的。我当时在外面没看直播，看到结果时，我以为是阿乐犯病了 ，Missing 疯了，但回来看回放 ，Missing 确实是彻底疯狂，但阿乐还真没啥问题。这 Scott 是真的有点吓到我了，发挥跟打 DR 叉的第5把一样，突出一个看不懂。之前打微博有点隐身，也有点小坑，哎，也能接受。包括版本解析时，我还特意提到过他版本不适应嘛，但怎么能打成这样？是有什么冰岛病毒吗？虽然今年 Scott 状态都比较一般，但阿乐和 Missing 的节目效果是掩盖掉他隐身的，就他偶尔送一下，但大伙起码还能期待他能 C 的时候。可这场 BO5 已经不是一般不一般的问题了，而是疯狂的被对位处刑。当 Scott 在团战中 C 不起来的时候，他的打法对于队伍来讲伤害很大的，甚至难听点讲，这种打法有点吸血和毒瘤。3把对位 MVP， 我很难想象这是 Scott 这个 ID 能够打出来的游戏内容。就但凡他发挥的好一点，结果都不会这么惨烈。第1把红色方拿到攀岩时，我都以为 T 恤马疯了，现在看真有点妙手啊！我第1轮把好英雄我全部用完，然后大家到后面就拼个底牌，结果还真给 WE 搏到了一个胜利啊！而 Missing 其实不止今年吧，去年开始他就有点不适应了，但看着曾经的20多连胜的洛在发狂，我其实挺五味杂陈的吧。算了，不说了，就当你给 WE 报恩了。那个不舍得撞塔的洛，就当是 Missing 你最后的温柔了。赛后看着 WE 粉丝激情落泪啊，我也是很感触。支持 WE 的现在哪个不是对粉啊？能看到这样一场以下课上，也是支持 WE 的福报了。恭喜 WE 吧，也恭喜 WE 的粉丝。或许这样的胜利对于强队来讲微不足道，但对于这支 WE 和2025还在支持他们的粉丝而言，这场胜利带来的幸福，确实是我们路人可能很难品尝到的。这是属于你们的时刻，恭喜 WE！ 我的妈呀，没有想到的一场 BO5啊！他们团结一心，他们真的做到了，在不被看好的时候以下克上。好，真得给他们送上掌声啊！确实打得好。还是那句话，电子竞技没有永远的常胜将军，只有永远的自强不息。那本期赛事周报内容就到这里，我是袁某人，喜欢电竞和比赛的观众欢迎点个关注。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